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装什么装啊？老子有钱开50红光拖着走。距离末世来临还剩下31分13秒，发送末世大礼包 1.0 吧。谁啊？整蛊我吗？病毒，这肯定是手机病毒。后面的车开始叫喇叭催促起来，而唐南不小心碰到了接收上。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呵呵，有本事给老子来一把压不住的 AK47。我操！赶紧消失，赶紧消失！随着武器消失，唐南松了一口大气，但心跳不由得加快。这来得太突然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回到家里，唐南打开电脑，恶补了一下末世法则，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自身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打开无限装备，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枪械，使用强化身体，竟然能直接把菜刀掰弯。来吧，末世，老子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，老子不是外卖小哥，老子是末日大哥。凌晨已到，屋外响起了渐渐地下起了小雨，恐怖的尖叫声顿时响彻整个小区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小区渐渐亮起了灯光，都站在阳台上疑惑看着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唐南随即来到1楼，人山人海的全部排在便利店外买水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惊恐。插什么队？你们这些男人不知道女士优先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要管这个？哼！末世来临，男人的优势一下就体现出来了。没抢到物资的人本来想踏出楼层，但是肉眼能见轮胎在慢慢腐蚀，看来这雨可以腐蚀橡胶。1个小时都没有，思绪就开始乱了。就这点水源根本就撑不了多久，家里有桶装水的还好说，但是等所有食物消耗殆尽，人性恶的一面将全面爆发。就在此时，一道亮丽的身影吸引到了唐南的目光，好像是一个空姐，几次在电梯里头碰见过。走吧，安白，反正家里还有半桶水，这雨下不了多久。哈哈，再过几天所有人没有食物，我就能感受到曹贼的快乐了。雨一直下了7天，唐南在家待得没意思，又来到楼下的便利店，发现人们都在置换物品。女人们拿出名牌包包、化妆品兑换食物，男人们则拿出名牌手表等，还有将自己4090 Ti 的电脑给拿出来兑换水源。爱马仕夏季款换一箱矿泉水，4090 P 显卡换5瓶矿泉水，错过就没了啊！哥们，我缓。这一套配资下来多多少少得4万吧，结果就这么给换了。不过现在还有正常交易，但再过3天恐怕就不是这么交易的了。而唐南突然看见摆摊的安白，由于长相出众，光顾他摊位自然不少。美女，跟我玩一次，这瓶水就给你了。呵呵，我出2瓶水，我出3瓶。无耻！装什么装？那边的红灯区1杯水玩一次。红灯区？唐南好奇四处张望，所谓的红灯区原来是个警报灯，周围站着不少凉快的女人，浓妆艳抹，质量堪忧。都给我抢了，将物资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将物资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白天抢劫！王法，我丁峰就是王法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了。砰的一声骨裂，镇住了所有人。对面如此凶残的人，哪里还敢反抗？老老实实把物资交上，免得被白白打一顿。那边站着的几个女人给我带走。本来就没多少物资，还被他们给抢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反抗？那你怎么不反抗？说这种风凉话。每栋楼层之间都有一个卷闸门，我建议将我们这一栋楼封闭，免得再被掠夺。就算要交换物资，从卷闸门的缝隙交换也行。这男人的话一出，立马引起了赞同，几栋楼都把门口卷闸门关住了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男同志们团结起来，搜寻物资，也有能力抵抗那些恶棍。好主意，我们团结起来，一起对抗那些恶棍。我可没兴趣给人打工，都末世了还打工啊，脑子有病。回到自己家楼层，唐南就看见蹲坐在房门口的网红女主播孙婷。原来你躲起来了呀？你家还有水吗？我家有没有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屌丝就是屌丝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屌丝，如今末世来临，也只是想好好活着，大家相安无事，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。哼。时间再次过了3天，雨依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5栋楼分了5大派，达成了一定的协议。晚上这栋楼也准备召开一次会议。各位业主，我叫董飞，之前是企业高管，承蒙大家看得起，来领这个头。危机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什么救援都没有，官方也没发出任何消息。咱们这3号楼的物资想必也差不多。昨天4号楼就有人冒险出去抢物资，虽然折了1个，但至少有了食物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也组个车队出去搜索物资。然而董飞说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，毕竟这是要命的活。我也不勉强，不想处理无所谓，等我们拿回来的物资，你们可别直染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宁谷，我们家已经没吃的了。急什么？我爸说了，他在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，难道你想让我去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大概3个小时后，2辆车带着冒火星子的轮毂回来，去的时候6个人，回来只剩下4个。外面已经乱透了，都在抢物资。你老公还有你儿子都是被别人打死的，不是被雨淋。大家听后面面相觑，脸上布满了恐惧。不过当看见后排还有尾箱的食物、水，原本恐惧被渴望代替。我要水，我要水。还有谁来抢？一个人活生生被打死，所有人吓得不敢吱声。听好了，男人想换物资，那就必须出门；女人想换物资，拿你们的身体交换。董飞的话刷新了所有人的3观，但也不怪董飞，这些物资都是拿命换来的，凭什么共享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哥，能分我点水吗？我还是喜欢你那高傲不驯的模样，恢复一下，叫我臭屌丝。大哥你误会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孙婷连忙道歉，十分恳求着唐南，而唐南也给了他一块披萨和水。
哎，看你脏脏的，去洗个澡吧。你这里还有水洗澡？当然了，洗干净点，多擦点沐浴露。孙婷立马跑进洗手间，果然有干净的水，门都没来得及关，就迫不及待清洗起来。这画面倒是便宜了唐南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，谢谢你。吃了我的东西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了呀？我刚刚洗澡没关门，都被你看光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当看见手枪，孙婷呆住了，但很快就笑道：这是打火机还是喷水枪？吓唬谁呢？砰的一声枪响，整栋楼的感应灯都亮了，小区所有人都被这道声音吓了一跳。谁？是谁开的枪？谁开的枪？这一把枪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，甚至感觉一把枪就在脑门前。我感觉枪声就在我们这栋楼，确实比较像。光头，你跟黄毛挨家挨户检查一下。光头和黄毛对视了一眼，人家手里可是有枪，多少有点不敢。每人1箱面包和矿泉水。悠着点，有口气，等我回来。一个快40多岁的老女人，你就这么喜欢？董哥，你不知道，这女人平日我就眼馋了，要不是这末世，还真没办法玩到，还得感谢一下末世。光头哥，701号有个主播，身材可好了，还有603号有个空姐，那模样润得很。你小子倒是聪明，有我罩着你，以后出门保你不死。谢光头哥，等你爽了之后，给弟弟我也爽爽。放心，这世道的女人随便耍。找枪的事情已经被两人忘记，直接来到了603号找空姐。而此时宁谷显得格外的暴躁，坐立不安，敲门声一响起，就将屋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。知道你们在屋里，开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兄弟，饿了很多天了吧？昨天物资很丰厚，有空来201来聊聊。随后两人来到，又了701敲门。我们有很多食物，有空来201聊聊，活着比什么都好，总比饿死在家里强。敲门轻点，吵死了。光头和黄毛对视了一眼，最近所有的男人对他们毕恭毕敬，什么时候有这种口气？你 TMD 找死是不是？怎么跟我光头哥说话了？但两人看向屋内，顿时惊呆了。只见餐桌上摆放着各种美食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吃东西。光头哥，这好像就是那个女主播。你小子有点路子啊，吃喝不愁，家里还有美女。光头哥，有猪脚饭，有好多肉，这能够咱们吃上1个星期。小子，识相的话就把吃的拿出来，这个女人交出来，少受点苦。这可是我的，怎么能交给你们？不行。这两个傻逼死定了。好，见酒不吃吃罚酒。光头哥，你站远一点，别让血溅到了。唐南一拳将黄毛打倒，随即扔出门去。而此时，光头已经吓得一身冷汗。坐，一起吃，给这位大哥添一副碗筷。而光头根本就不敢拿筷子，十分恐惧地看着唐南。怎么不吃？看不起我？兄弟误会，没有的事。那就好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现在外面很乱，为了抢物资到处杀人，周边的便利店、超市已经被几个小区洗劫一空。你们老大是怎么打算的？老大说，等这批物资吃完，就去抢周围小区的。你们还有多少？省一点，应该能应付1个月吧。对了，你们老大是不是在找这个？唐南直接把枪给拿出来，看得光头头皮发麻。为了面包和矿泉水，自己可是把命交代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啊！我把我的物资都给你，求你了。快吃，别浪费了，记得跟我说谢谢。谢谢大哥。光头随即便开始大口大口的吃。不是，你还真吃啊？东哥，光头和黄毛被人发现卡在了楼梯间。老大，他不来找咱们，咱们也没必要去找他麻烦，免得交恶。董飞虽然不服气，但小弟的话在理，要是这个持枪的人报复自己，几条命都不够赔。兄弟，我们这有吃有喝，有空过来坐坐。说完之后，董飞看着尸体，忽然目光一聚，从这两个人的位置来看，应该是从自己的楼上。狗子，查一查我楼上的这些业主信息，看有几个没有来报道的。很快，狗子就有了结果。董哥，楼上现在只有2家没有来过，6楼一个叫安白的空姐，7楼一个叫唐南的送外卖的。那个空姐我以前在电梯碰见过，长得巨好，皮肤也白，身边跟着一个高富帅男朋友。难道是他那个男朋友有枪？董飞也看见过安白的男朋友，那副样子也不像是有枪的人。难道是那个送外卖的？一个送外卖的身上怎么有可能带枪？但除了他们2个，还能有谁？难道是我猜错了吗？丁老大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董老大不是也没睡吗？那看来都是被枪响搞得睡不着。不劳烦丁老大操心，我能解决。那行吧，原本想帮董老大一把，有麻烦找我，我很乐意出手。多谢丁老大好意，我还有点事，先挂了。另外一边的丁峰切了一声放下手机，坐在旁边的女人30多岁，是丁峰的女朋友，有那么几分姿色。峰哥，还是得想办法把枪搞到手，有了枪，你就是这个小区的皇帝，也许能把周围几个小区都控制起来。女人的话让丁峰心动不已，一栋楼不是丁峰的目标。还有，我听群里的姐妹说，3号楼有个空姐和主播长得极好，我这还有照片。女人打开手机，
将安白和孙婷的照片拿出来给丁峰看。明天开个会，准备，叫人把3号楼攻破。我先出去一趟。你去哪里？就是出去一下。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？你烦不烦啊？我不去找他们找谁？老子的保时捷就换了1瓶水，2块面包。你倒好，什么都不做就享受我拿回来的食物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已经跟董哥达成了合作，你每天去陪他们1次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你让我去陪那些禽兽？那你想被饿死吗？你忍心让我饿死吗？你以前不是说能为我去死吗？现在还不是让你去死，只是让你牺牲一下身体而已。你应该想想我以前怎么对你的，名牌包包、名牌首饰、各种高档餐厅，哪一个不要钱？以前是我付出，现在换你了。听到门关的声音，安白双目里都是绝望之色，随后便出去透透气，正巧看到唐楠和孙婷。小姐姐，下午好啊。我记得这个孙婷是主播，赚的比我还要多，她为什么和这个人在一起？小姐姐，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？快回家去。你们家还有吃的吗？当然有吃的，你想吃吗？我想。孙婷拿起半瓶矿泉水，随手递给了安白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家还有很多吃的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真的吗？我愿意。接着，安白跟唐楠一起来到了他家，看到了食物，连忙吃了起来。听说你男朋友要把你给卖了？他没有。你们应该还不知道，咱们这栋楼啊，有个男人群，昨天你就在里面拍卖，价格还挺高，1瓶水半个小时都有4个预约。不可能，他只是让我去陪董飞。董飞只是你的第1个客户而已，你看看。唐楠将手机放在安白的眼前，安白看到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，然后哭了起来。不如跟我一起，每天都有吃喝，这样就能每日3餐，全世界各种美食都有，还能洗去身上的污垢，在这种乱世中活下去。以后让孙婷去拉皮条好了，这绝对是潜力股。你是想留在这里，还是选择去当玩物？你自己决定。我选择留下。大声点。我选择留下。我操！我都想给孙婷开工资了，这种人才得留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宁谷回到家里，发现安白不见了，在楼道里寻找。贱人，你到哪里了？快出来，别逼老子打死你！帅哥，这里。你是那个女主播？是啊。这个女主播怎么娇艳动人，还穿得如此的性感？妈的，改天找个机会。然而等宁谷进门之后，表情立马僵硬住了，自己的女朋友居然站在那里，坐在沙发上的是那个送外卖。只是当看见茶几上的肯德基，宁谷的嘴角在发抖。贱人，你 TMD 居然吃独食，这些肯德基都是我的，还有这边的水。宁谷见唐楠不说话，还以为是默认了。安白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撇过来，我的女人可是按分钟来收费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女人现在是我的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安白，给我过来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看你想玩多久都行。吃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不说一声谢谢吗？对，谢谢。结束后，唐楠看到董飞群发了消息，晚上所有人去地下车库开个会，今天晚上带你们出去玩玩。妈拉个巴子，那个宁谷居然给我玩消失，还收了我1块面包的定金。那小子还收了我1个卤蛋定金，等下老子就去砍了他。而董飞坐在引擎盖上，一直在思考消失的宁谷是不是枪手，还是那个外卖小子，还是说另有其人躲在暗处。董哥，这是我老婆，我想换2瓶水。就你这黄脸婆还想卖2瓶矿泉水，压是烂你。那一瓶就够了，我媳妇干净，没人碰过的。滚，想吃喝自己出去抢。都怪你，为什么不跟着去抢食物？我娶你有什么用？1瓶水都换不来。就在此时，唐楠带了2个美女走了出来，看着2女的穿着打扮，男人们在咽口水。这不是那个女主播吗？居然跟这个送外卖的在一起。这个送外卖的家里肯定囤了很多东西。空姐，这是那个空姐。操啊，她那个富豪男朋友肯定死了。你要是藏着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么带出来装逼，想过后果吗？后果？什么后果？你给我演示一下。兄弟，女人怎么卖？3瓶水卖不卖？3瓶水，老子出1箱水，这一双给我。忽然，一个猥琐男人走到孙婷身边，手掌直接朝着孙婷2人摸去。唐楠直接一脚将男人踢成烂肉。动我的口粮，那就是在断我生路，下场只有死。众人被吓到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将目光放在董飞身上。一个小插曲而已，不是要开会吗？继续吧。那就开会吧，针对这几天有人冒充枪手的事情做个总结。对了，你有枪吗？我可是良好市民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呢？董飞微微松了一口，看来这个送外卖的确实没有枪。如果有枪，现在拿出来可以震慑住所有人。还有就是物资的事情，过几天组织一起出去。小哥，看你刀法可以，要不要一起？没兴趣。一时间，董飞感觉周围人的眼神有点不同，这个送外卖的在挑战自己的权威。如果不树立威信，到时候这些人都不怕自己了。这么说起来，小哥你家里应该囤了不少。确实囤了不少，不然怎么养活他们呢？靠，不早说，有东西也不知道分享给邻居，自私。你来抢啊！瘦的胖子迟疑了，看着安白刚才一脚踢没的小哥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既然你不抢，那我杀你了呀！这位小哥，你是这个，但你应该有所不知，你身边的这位空姐，她的男朋友已经将她的所有权卖给我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叫她男朋友出来。这是她男朋友写的出售书，
谁知道是不是你写的？这还有她男朋友的手指印。那你又怎么证明这手印是她男朋友的？我看要找个机构检查一下。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，别逼我。都末世了，谁还在讲道理啊？哈哈，你耍我，杀了他！1箱矿泉水，不，2箱矿泉水，外加牛肉干10包，自嗨锅10个，方便面20包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好几个人都冲了上去，但见唐南7进7出，瞬间全部解决。而董飞下的想点支烟，却发现没有火。没气了呀！诺，我有。手也不来一下，一句谢谢也没有，很不礼貌。谢谢。最讨厌不讲礼貌的人。就是此刻，丁峰一伙人就在隔壁看得一清二楚。老大，怎么办？董飞那群人居然全部被砍了。砍了倒没事，主要是物资也好，人少也不用消耗物资。另外一边，唐南几人把董飞几人的物资收集回来，门口出现一群女人，想来投靠唐南。这是你们的酬劳，拿着走吧。每人都拿到了自己报酬，真是当看见满屋的食物，还有那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叠在角落，心里顿时冒出别样的想法。那里面可都是董飞之前抢的物资，咱们就拿这么一点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可不是嘛，刚刚搬尸体那么累，怎么一瓶水就打发了？简直就是打发要饭的。是啊，他们那3个人也吃不了啊，况且男人们都死了，足够我们吃的了。半晌后，12个女人选出了代表，再次来到门口。那个你好，我们以前应该见过面的。你是？我，小区物业部的周敏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刚刚搬尸体消耗太多体力，之前董飞一直压榨我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今天我心情好，一人1片面包。不是的，那2箱面包能不能都给我们？你 TM 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叫唐南是吧？你还来我家送过外卖。哦，你是那个物业的。看唐南一下这么老实了，周明胆子又大了几分。是这样的，这里物资那么多，能不能多给2箱？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吗？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嘿嘿，我们就拿一点，不会太多的。唐南没有吭声，周明以为唐南默认了，直接走到物资面前。老李，这里还有辣条，搬走，居然还有薯条，搬一把，还有鸭脖鸡翅，太多了，这1箱也搬走。还搬呢？哎呀，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，这里还有1箱，快点。不到一会，屋里一半的物资全部堆积在外面的门。小哥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份心我们都记在心里，到时候安全了，肯定会帮你隐瞒杀人的事情。那我应该谢谢你们啊。不用谢，都住在一个小区就是缘分吗？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抢了我这么多东西，说走就走啊？不合适吧，阿姨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哪里抢了？是拿。先声明，我可没同意你们呢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，咱们走，别理他们了。现在换我来抢你们喽。老大，3号楼响枪了。老子没聋，听到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外卖小哥被杀。很有可能，这个拿枪的估计一直在等待时机，想必他的子弹不会太多，刚好那个送外卖的把董飞那群男人都干掉，他就立马跳出来。峰哥，要不去看看？等2天吧。而1号楼里，一个美若动人的女人站在窗户前。姐，又响枪声了，你不要命了啊？这子弹可不长眼睛。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咱们1号楼还算安稳，有你姐夫把控着不会乱，看看其他几栋早就乱套了。随后，女人丈夫回到了家里，显得十分慌张。老公，会开的怎么样？3号楼怎么又响枪了？3号楼的男人应该全死光了。什么？姐妹俩面面相觑，怎么突然就死光了？都是被一个送外卖的杀了。送外卖？姐妹俩难以置信，早就听说送外卖的人群里卧虎藏龙，以前觉得是个梗，现在觉得很真实。我这还有视频，你们要不要看？有点血腥。姐妹俩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，当看见唐南的时候，叶玉玲微微皱眉。这个送外卖的有点眼熟，应该送过咱们家吧？送过。叶青衣一下就注意到孙婷和安柏了，他们的穿着打扮让叶青衣脸红耳赤，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出门？姐夫，他们怎么和这个送外卖在一起？难道是被威胁了吗？你看他们的表情，你觉得是威胁吗？叶青衣一下子注意到了，看他们那乖巧模样，甚至学猫叫，目光深处一点反感都没有。这2个女人应该被洗脑了，变成送外卖的宠物猫。我也感觉你姐夫说的对。那他们身上怎么会如此干净？除非洗澡了，但现在水都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3号楼差不多就只剩下他一个男人了。刚刚传出的那些枪声，要么就是这个送外卖的被杀，要么就是3号楼的那些女人，没有其他。唉，今天的会开的怎么样？青衣，你去卧室拿一块面包。啊，好。叶青衣起身走向卧室，随即关上门，但立即趴在门上偷听，知道姐夫在支开自己。咱们这1号楼虽然暂时安全，但迟早会乱。
我发现有几个开始用食物和女人交换，他们估计看其他楼都这样，开始瞒着我做了。那一定要制止啊！怎么治？都有好几个向我施压，还好刚子一直挺我。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找食物，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要让青衣有点心理准备，毕竟她的相貌出众，迟早会被人发现的。到时候，偷听的叶青衣傻傻坐在地板上，脸上白了几分。他不知道后面他会面对什么。女儿那边还好吧？今天没什么事，学校食堂吃喝还算充足。大学生整体素质高，不像住在这里的，大多数都是租客，社会打拼底层，带着一股不公的怨气，所以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丧失人性。然而谢玉红心里清楚，等到食物吃完，素质再高也会沦为动物本性。回到唐南这里，没有事情的他有了一个用物资换些别的东西的想法。你们帮我想个办法，我奖励你们。想什么办法？你们说置物的物资换什么最好？当然是换美女了。安白顿了一下，心想如果换美女的话，以后唐南不要我们怎么办？但孙婷可是知道唐南的能力。我也观察很久了，咱们这个小区除了你们俩，已经没有好货色喽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在小区群里宣传一下啊！用多少物资换？一半吧。一半是不是太多了？如果用一半物资能榨出一个美女，我觉得还是划算的。小白说的这个说法我喜欢。好你个小白，姐姐教你那么多绝活，现在都跟我争宠了呀！哼！各位业主大家好，我是3号楼的孙婷，你们有没有因为饥饿而发愁？有没有因为口干舌燥而发狂？而我能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。董老大的这些物资换取正宗美女小猫咪，有意者私聊喵。说完之后，还拍了一张物资照片发送到群里。刚刚发完，手机一下就冒出不少加好友的。这个女主播居然想以物换美女，那个送外卖的到底死了没有？也许那个拿枪的打死了送外卖的，这2个女人就投靠了枪手也说不定。但子弹绝对没有多少了。别忘记，还有另外一把枪的存在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那3号楼实在太诡异了。他们不是在找美女吗？你找一个去看看。我已经让那些女人去加微信了，但都被回绝。丁峰揉了揉额头，要找女主播那样的美女，谈何容易？我觉得还是得夜袭。咦，那些物资比女人更加诱人，必须拿下。1号楼里，叶青衣也看到了孙婷发来的消息，不过家里还有存货，没必要自投罗网。子辉，这么晚还没睡？睡不着，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这一刻变得安静起来，虽然还不是夫妻，但已经订婚了。原本是打算年底结婚，可惜碰上了这种事情。今天你那边还好吗？还好，不用担心。你那边今天还好吗？放心，我这边都是别墅区，因为人少，物资倒是充裕，物业那边囤了不少。娜娜呢？这小妮子还有心情做瑜伽，你说呢？真好。依依，你要想办法过来，我不放心你。叶青衣苦笑，华安市离云海市有400公里，放在以前一下就到了，但是现在寸步难行。我会想办法的，别担心，我姐夫还是老大呢。我同学跟我说，有好多小区暴乱，杀人如杀鸡，有些变态连女人尸体都不放过。江子辉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赶紧转移话题，说着以后去哪个国家蜜月，幻想着美好的未来。一眨眼7天时间过去，丁峰看着日渐减少的物资，还有外面大雨加大风，决定今天晚上进攻3号楼。峰哥，兄弟们已经做好准备。各位兄弟，只要拿到董飞的物资，咱们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还能兑换旁边激动的女人。好，跟着峰哥吃不尽的美食，玩不够的女人。峰哥，我一个们在1号楼，今天发微信给我说1号楼快乱。那个谢玉红还真以为能控制住，没有足够的食物支撑，乱只是迟早的事情。况且他那种烂好人，迟早会后悔莫及。可不是嘛，外面抢回来的食物还分给那些老头子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对了，峰哥，咱们今天抢了3号楼，什么时候把其他楼也给抢了？丁峰微微眯了一下双眼，转头看向外面的大雨。冯静和孙友情小弟不少，那些人还挺团结，真要抢会着不少人。如果要抢，就是1号楼，趁着他们群龙无首，男人全杀，只留女人。就在这时，丁峰手机响了一下，当看到消息时，眉头深深皱起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冯静和孙友情说，今天晚上一起抢1号楼。那我们今天晚上还抢3号楼吗？今天晚上不抢3号楼，一起抢1号楼，半个小时后行动。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去刚子家谈点事情。突然叶玉玲看到谢玉红拿着一瓶矿泉水。还是要拿水吗？以前谈事不是送钱就是送烟送茶，现在送水也很正常。但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瓶水了，以后我们喝什么？刚子不是你的发小吗？你们关系那么铁，你用得着用水去吗？你说啊！叶玉玲情绪似乎有点崩溃，而谢玉红生气推了她一把。姐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姐只是问你而已。
为了这个家，以前我在公司里任劳任怨，我要养家，我要养你，要养女儿，房贷车贷，哪一个不是一座山压在肩膀上？出现这个灾难，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都轻松了，但很快我发现我依然不能轻松。我要保护你们，我还是得在外面拼死拼活。但我得到什么？以前是这个月的工资呢，现在是水呢？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他们现在已经疯了。姐妹俩懵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叶玉玲忽然呜呜哭了起来，叶青衣只能安慰着。青衣，看着你姐，只要不是我，谁都不要开门。紧接着，谢玉红来到了发小毛刚的家里。玉哥，是不是想通了？刚子，只要你挺我，咱们1号楼乱不了。等大风过去，哥带着你们出去找食物。玉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想大家都安全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这么多天，那些人已经变成动物，只有我们好好的。那我们更加坚持下去，搜寻食物，等待救援啊！刚子，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变成动物。玉哥，这年头好人不能当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，这个坏人我来当。刚子，你醒醒了，我们不能乱，我们一乱，他们必会乘虚而入。玉哥，你也知道，那你为什么反对？为什么不支持我？你还当我是兄弟吗？我怎么没当你是兄弟？你没钱买房，还不是我借钱给你？那是因为你想我住在你楼下，你是借钱给了，但3000的房贷压得我要死。原本我只是想买更便宜的小区，是你让我来的，我都听你的啊，兄弟。因为我想照顾你啊。呵呵，你是想照顾那些老头子和老婆子，那些7老8十的有什么用？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分少了，还要对我们说教，这些人留着有什么用？看看2号楼，老的全部杀掉，反正他们也活不了多久。刚子，你不要被他们洗脑了。玉哥，这辈子我都听你的，现在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听我一次。你老婆孩子呢？卧室里。谢玉红立马朝着卧室走去，打开门发现毛刚老婆孩子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旁边是一个70岁的老人躺地上。老头子坚持不下去了，让我杀了他。刚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可是你爸。玉哥，我连我爸都能杀，没人能挡住我的路。疯子。谢玉红开门走出来，对面的60岁大妈也刚好走出，看到谢玉红手里的水一愣。谢总，你可真是太好了，又来送水了。不是给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物资共享吗？那这瓶水就有我的份吗？没有。行吧行吧，反正我还有几瓶。你还有很多瓶。什么几瓶？哪有几瓶？倒是你们了，赶紧出去找吃的呀，别老找些零食，找点蔬菜什么的，营养才能平衡。最近都上火了，牙都开始疼起来。哎呦，又来了，我先回了呀，你赶紧召集人出去找吃的。谢玉红紧紧握着拳头，这些话无疑是在轰炸大脑。丁老大，孙老大，搞完这1号楼，咱们商量个时间，把3号楼董飞的物资拿了。至于那个枪手，子弹能有我们人多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今天晚上抢这边，明天晚上抢那边，干不干？三人都知道3号楼比1号楼危险，但物资方面肯定要比1号楼多些。我同意。那2个女的我要。女人抢到手，用物资拍卖。有点意思，行。虽然达成一致，但三人心里想找个机会把对方干掉。完事了，谢玉红2口子被我做掉了。刚子兄弟做事情真的果断啊！各位大哥，说好了不斗我家人。放心，出来混的讲的就是诚信。随后一群人来到了3号楼，瞬间求饶的声音响彻小区。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整天不想搞物资，就整这些没用的。干什么呢？有空拿刀吓唬我这个老太婆，有本事去外面抢物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尊老爱幼了。这1号楼住的是什么奇葩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？看什么看？滚蛋！给我站住！天天在小区放喇叭，老家伙，老子想砍你们很久了。今天晚上很热闹，1号楼被其他几个攻破了。小白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。我就算死，也不想落到那些人的手里。我都没死，你们怎么会死？来多少我杀多少。1个小时后，1号楼的大清缴到了尾声。看着如小山一般的物资，3个老大都有点懵逼。那个谢玉红可以啊，搞了这么多物资。老大，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老太婆老头子家里搜刮出来了。呵呵，他们那个老大可真是大好人啊，好东西都留给了老家伙，让一群年轻人来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弟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了3人面前。老大，这里还藏着一个女人。卧槽，极品！放开我！叶青衣向后撤了一步，警惕看着周围的男人，感觉身处地狱。还是一匹小烈马，不知道骑起来滋味如何。周围的小弟也都齐刷刷看过来，这可比那些女人强太多了，素颜都这么好看。冯老大，丁老大，这个女人是我小弟发现的，你们不会来抢吧？孙老大这话说的，之前早就说好了，1号楼所有的一切都平分。冯老大说的没错，孙老大不会是要打破我们之间的协议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看把你们紧张的。不得不说，红颜祸水放在什么时候都管用。
这一个就差点就让三方撕毁那脆弱的合作关系。那这样吧，之前咱们就说过，碰到极品咱们也别呛，拍卖不得了。行啊，拍卖。既然是拍卖，那肯定要好好看看货色，正不正？末日重生，我获得无限系统。放开我！叶青衣向后撤了一步，警惕看着周围的男人，感觉身处地狱。还是一匹小烈马，不知道骑起来滋味如何。周围的小弟也都齐刷刷看过来，这可比那些女人强太多了，素颜都这么好看。冯老大、丁老大，这个女人是我小弟发现的，你们不会来抢吧？孙老大这话说的，之前早就说好了，1号楼所有的一切都平分。冯老大说的没错，孙老大不会是要打破我们之间的协议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看把你们紧张的。不得不说，红颜祸水放在什么时候都管用，这一个就差点就让三方撕毁那脆弱的合作关系。那这样吧，之前咱们就说过，碰到极品咱们也别呛，拍卖不得了。行啊，拍卖。既然是拍卖，那肯定要好好看看货色，正不正？拍卖开始，一群人在下面看着桌上的叶青衣，蠢蠢欲动。开始拍卖，老大，要不我来当拍卖师？嚯，行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各位业主、各位邻居、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今天晚上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品，就是这位美丽的女子，叫什么来着？叶青衣。对，咱们的拍卖品就是这位叶青衣小姐，今年25岁，一家广告公司的副总。周围的人顿时发出啧啧啧的声音。这样的女人，以前那就是女神，大家都只敢远处观望。这位叶青衣小姐今年25岁，广告公司的副总裁，同时也是全国500强公司老总的儿媳。各位想想，买下这500强老总的儿媳，是不是很爽？绝对的物廉价美。现在竞拍价一瓶矿泉水起，上不封顶，我出一瓶。只见一个小弟顿时激动喊价，身边的朋友吓了一跳。你小子疯啊！跟老大抢女人就不怕有命抢，谋明白吗？我出1箱。丁老大小气了啊！我出5箱。孙老大，你这5箱是你自己私有，还是你们整个兄弟的？当然是私有的。行，我们就用自己的物资拍。我出6箱水。7箱。一个人拥有7箱矿泉水，那可是一笔巨款了。尤其是现在物资还如此匮乏的情况下。7箱半。8箱。全场一片喧哗。8箱水可以救多少人的性命？如今却用来拍一个漂亮女人。10箱。这不是那个送外卖的吗？他没死，难道死的是枪手？没错，来的就是唐南，闲着无聊就下来看看他们搜刮了多少物资，正好看到他们在竞拍一个美丽女人。这不是那个外卖小哥吗？不是，杀人如麻的外卖小哥。这不是3号楼的老大吗？有空下楼走走了。闲得无聊，看你们在拍卖，就忍不住想插一手，没问题吧？唐南扫视着3个老大，笑容很随和，但这个笑容3个老大见过，杀人眼睛都不眨。你一来就想分享我们打下的战利品，不合适吧？现在合适吗？而两人的从容在刚刚瞬间消失，警惕地看着唐南。周围的小弟全部被唐南这狠辣的手段吓住。当然合适，丁老大你说呢？合适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这个人讲道理，拍卖正常拍，我拍不到那是我的问题。不是，动不动就把人家爆头，这还讲道理啊？拍卖师还愣着干什么？那个3号楼的老大出价10箱矿泉水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1箱。你还真敢跟我抬价呀？嘿，希望唐南一枪把冯静给崩了。对，你不是说正常拍卖吗？是啊，我只是说而已，你激动什么？但我现在很怀疑，你压根就没有11箱矿泉水。怎么可能？那你摆出来看看。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那你摆出来看看。你们几个去我家把水搬过来。很快，一箱一箱的矿泉水被小弟搬了过来。你这也少了呀。这次抢下的物资我能分4箱，加上刚好11箱。你欺负我数学不好啊？你这里只有6箱。怎么可能？我家明明有7箱。冯静立马去数，但数来数去，依然是个6。是不是还漏了1箱？赶紧去找啊！不到一会，小弟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走了回来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老大，水来了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里面只剩下了2瓶矿泉水。是谁动了我的水？不是你嫌我身上有味道了吗？稍微洗了个澡。你这个女人！冯静僵硬在原地，周围的人也是唏嘘不已。你没有11箱，你只有10箱2瓶。我有的，我还能去借几瓶。你等下，慢上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一旁的丁峰心里又开心又害怕，但害怕更多，冷汗都冒出来了。而唐南也走向了丁峰。我叫10箱，你还要跟吗？丁峰连忙摇头，这还跟？简直就是拿命跟。那行吧，拍卖师，你可以宣布了。好，恭喜3号楼老大喜得美女拍品。对了，我还没给水，可不能吃霸王餐。我杀了2个老大，那他们的物资应该算是我的吧？这个理解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从2位老大那边扣。今天心情好，多了的算我请大家喝水。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跑过来空手套白狼，什么都没付出，就把极品美女带走。对了，
我要是你们啊，赶紧选个老大出来。这是在防着我，该死的外卖小哥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这是从哪里找的？在外面散步，顺手就捡回来了。这运气啊，来的真挡不住。孙婷和安白起身走到叶青衣身边打量着，叶青衣有点害怕，往后靠了靠，感觉他们俩太奇怪了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小意思，我就喜欢英雄救美。你这么厉害，有办法离开这里吗？我又不是超人，可飞不出去。先带他洗个澡。你们这里能洗澡？当然了，不洗澡岂不是臭臭的？主人会嫌弃。然而还不等叶青衣说什么，就被两女带到了卫生间。姐姐身材真棒。是啊，我们又能轻松一些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后我们就是一伙的了，要互相照顾，才能在这末世之中存活下去。是啊，我们是一伙的。什么叫我们是一伙的？我们都是主人的小猫咪呀。我不是什么小猫咪，我也不会去当。安白和孙婷愣了一下，仿佛看到初次的自己。姐姐，你先别激动，这只是形式上，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让主人开心就行了。我不是谁的奴隶，没必要让谁开心，也不会加入你们。让开，我要出去。随后，叶青衣就往门口跑去，被唐南拦了下来。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你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我看错你了。美女，什么叫你看错我了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了？英雄吗？我还以为你是来救我的，你跟他们一样，你这个卑鄙小人。我可是花了10箱矿泉水把你给拍下的，你跟我说你要走。我不是你们的货物，你也休想得逞。看着唐南那冰冷的目光，叶青衣知道自己惹怒了一个魔鬼，死了也好，免得自己被玷污。不要，你想替他死，我可以成全你。小白不是那个意思，小白是觉得这位姐姐还有机会。我们一开始不也很抗拒吗？现在打死她也太便宜她了，根本不懂得感恩。行，那就给你们几天时间，要是还吵吵闹闹，不止他要死，你们也要受罚。真是的，我怎么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？我们好心好意跟你说，你倒好，害得我们都要被罚。一想到那种感觉，孙婷和安白脸色也白了，这辈子都不想体验那种恐怖的惩罚。小白，你刚才干什么？你救他，他还害我们俩。我不想看到。小白，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个前男友能控制你吗？你就是懦弱。还给我，真是亲密的备注。未来老公子辉先生，还给我，你还给我手机。你的未来老公子辉先生好像很着急，问你怎么样了，怎么不回他的消息？你说我要怎么回复呢？叶青衣刚才忍住没哭，但听到这样的威胁，压抑已久的眼泪忍不住的流出。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是你未婚夫打来的，不要接。那怎么行？你未婚夫担心你的安全，我帮你接，你自己说吧。依依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，担心死我了。你怎么哭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很害怕。对不起，我好恨我自己没本事，没办法把你接过来，让你整天害怕。傻瓜，不要自责，我们都会没事的。江子辉的话让叶青衣羞愧不已，自己居然背叛了深爱的奶。子辉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也要休息了。真是恩爱的一对人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你的身子我很喜欢，但你的眼神我不喜欢。我不需要你喜欢。你好像怕他们比怕我多一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会威胁你，告诉你未婚夫你的情况，我就不会了，我只会找到你的未婚夫。我的手段你见识过。你不是人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人？我是魔鬼中的魔鬼，而且是那种比较色的。叶青衣无法想象，要是被未婚夫知道会怎么样。以后你吃他们剩下的饭菜，如果表现良好的话，还有机会跟他们一样。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就这样过了几天，外面的天气越来越恶劣，叶青衣也渐渐接受了现状，而且唐南允许她和未婚夫随时联系。依依，我爸的朋友说过些天有大降温和大风雪，你要注意保暖。降温？南方地区白天零下20度左右，晚上零下40度，北方地区更冷，大雪千万别去碰，跟这一场雨一样。唐南听后皱起了眉头，还以为会有雨停，没想到接下来是大降温，看来还是会被困在这里。看来需要赶快想一个办法离开这里，要不没物资会被活活饿死，要不迟早被下面的臭味熏死。过些天我打算离开这个小区。可是现在越来越冷，而且雨和雪都不能碰，要是被风吹进衣服里就会死掉。但孙婷并不知道唐南的目的，3个太少了，杯水车薪。况且这个小区已经没有更优秀的了。这些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东西，能抵御住雨雪。当然，我是也不会勉强你们，可以选择留下，我是讲道理的。孙婷3人沉思了一下，随后说要和唐南一起。于是唐南开始第一步，先带着安白拍了一张自拍，然后发到朋友圈，瞬间朋友圈炸了。唐南，你小子可以呀，还有如此美女陪着，我这有点物资，想不想要？操，唐南你还装上了，速速将美女送来。小唐，作为你以前的领导，告诉你一声，这副你想不起。然后唐南又给物资拍了个照，随即发送在朋友圈。随后一个原来领导联系了他。小唐，还记得我吗？肖经理，当然记得。唐南怎么可能忘记？那时候在华安酒店当门童，肖经理是酒店大堂经理，经常嘲讽他。就你一个乡巴佬，
一辈子就是打工的命，让你当门童是看得起你，不然扫厕所去。小唐，我就知道你是有出息的，可惜那时候你离职太快了，本来要给你一个队长当的。肖经理，我哪当得上队长？太看得起我了。小唐，你这话就错了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前途的年轻人。而唐南坐在沙发上，又叫过来了叶青衣，瞬间让肖经理惊掉了下巴。肖经理找我应该有事吧？就是家里吃得快见底了。嘿嘿，肖经理，看你说的，你以前那么照顾我，我理应报答。你先给我一个地址，等天气好一点了，我给你送去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没看错人。而此时的珊瑚小区里，一个年轻的女孩旁边坐着一个300斤的胖子，而这个女孩是唐南的前女友。还没回复你吗？还没有。这种男人一旦得势就会炫耀，尤其是对以前抛弃过他的人，所以他肯定会回复你，也许还想得到你。哼，等我抢了物资，那2个美女自然会离开他，到时候都是我的。看，这不上钩了吗？曹禺拿起手机一看，松了口气，还以为不会搭理自己，直接点，让他爽。我想你了。而唐南这边看到前女友的消息，早就想到他想干嘛，干脆让叶青衣回复。现在知道想我了，以前干嘛去了？看来对你还有情，继续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还能原谅我吗？简直就是绿茶婊。呵呵，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？休想。曹禺看到这样的回复，脸色沉了几分，一个土狗居然这么说自己。他越生气就证明越在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继续示弱。当年是我愚蠢，都是我的错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除非你跪下拍个照片给我看看。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土狗居然让我跪下！但毕坚自然是把照片拍下发了过来。叶青衣看到照片暗爽一番，他真的跪下了，干得不错，把地址搞到手，倒是比当年要听话不少。你把地址给我，有机会我看你到底乖不乖。告诉他，珊瑚小区3栋1单元501，把脸洗干净，等我来。你倒是会聊天，居然还叫他洗干净，要不就你去吧。啊，不，我是帮主人解气。既然聊得这么起劲，说说你的事情吧。我的事情？什么事情？难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，招惹了这个魔鬼？就是一些个人问题，之前小区都没怎么看见你，或者你和你的未婚夫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一直躲在姐夫和姐姐家里，直到那天，姐夫被他的兄弟背叛，杀了姐夫和姐姐。3人听后反应不是特别大，这种背叛仿佛都习以为常，谁又不是过来人？那你和未婚夫怎么认识的？这个啊，其实也没什么的。我和未婚夫是在一次广告合作上认识的。你知道他是富二代，所以追他的？怎么可能？那时候他在家里公司学习，职位比我还低，死皮赖脸追的我。金钱攻势？如果是金钱攻势，还追不到，用的是不要脸加柔情攻势。正经女人都吃这一套。那你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什么反应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你可以装穷，但不能真的穷。精辟。开个玩笑，当时还挺生气的，但又有一种开心，反正很矛盾。那现在你是觉得主人好，还是未婚夫呢？当然是未婚夫好了。两女有些尴尬地看向唐南，但唐南没生气，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一下。老大，今天晚上就把3号楼冲了。就是2号楼和5号楼咱们都收拾了，根本不用担心人数问题。那破枪没多少子弹。老大，你想想，那可是一屋的物资，还有3个美人啊。听到小弟的话，物资倒没那么香，但一想到那3个女人的身姿，这才是动力中的动力。准备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去干掉那个送外卖的，但还要计划一下，直接将其杀死。晚上，丁峰将心腹们集齐，并且承诺抓到美人会送给他们玩些时日。峰哥，如今你也是小区老大，什么时候带兄弟们征战天下？征战天下有点夸张，但我们这个区不在话下。到时候你们想要什么美女没有，哪怕是明星也有。老大，我想要李玲行不行？一次就行，4也可以。我也想李玲儿。你们男人呐，说话就不能文明点吗？嫂子，咱们干的可不是什么文明事，还管屁的文明话。这时候敲门声响起，其中一个小弟不甘不愿开了门。有好吃的也不叫兄弟过来聚聚，真的很让人伤心难过。我刚刚密谋，唐南就出现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队伍里有叛徒。刚刚想完，一个小弟立马跪在唐南面前。唐哥，你答应不杀我，给我物资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今天能背叛你们，明天就会背叛我，所以我帮你们杀了这个叛徒，不应该谢谢我吗？几个男人没有一个敢说话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，不然我们都要死。大清早的就哭，我还没死呢。小白就这样，胆子小。送你的，不用谢。看着眼前的礼物盒，叶青衣有点懵。到底是什么呀？真好奇。我们来了这么多天都没礼物，你才来多久就有了礼物？叶青衣缓缓将盒子取下，3女原本笑盈盈的脸立马僵硬住。
安白两人吓得跑到了一边，而叶青衣没有任何反应，看着礼物盒里的东西，正是杀死姐夫和姐姐的凶手毛刚。这是啊，就是杀死我姐姐姐夫的人。唐南对你真好，谢谢你。刚好碰见，说是你姐夫的好兄弟，我就直接宰了。主人，怎么出去一夜呀？嘎了点人，以后你们也没必要一直待在屋里，能在小区里走走。我可不敢乱走，会被抓了的。没事的，整个小区就只剩下我们4个了。安白和孙婷难以置信，其他人呢？都干了吗？我们出去看看吧。万一是开玩笑的呢？他不会拿我们的命开玩笑。小区外面现在不能出去，几人就在楼道转圈，转到了刚才唐南来的屋子，瞬间被吓到。这么多人都是他杀的吗？这个女人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她全身的血好像都被吸走了，难道是吸血鬼吗？美剧看多了呀，还吸血鬼呢？那她真是被吸干的吗？叶青衣觉得安白说的没错，身上确实一点血都没有，这也太奇怪了，难道是一种病毒吗？走吧，再去看看。回到屋里，三女都没回过神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唐南，感觉在看一个魔鬼。都看到了吧？你难道是吸血鬼吗？原本是打算跟你们和平相处，但现在不装了，摊牌了。我就是爱德华驻国内第79分支尼古拉斯国产双磷露吸血鬼。三女听后倒吸一口凉气，真是吸血鬼啊，难怪能变出食物，这恐怕就是吸血鬼的特异功能，电影都是这么演的。老实点，不然把你们的血都吸光光。第二天，风停了，雨也停了，众人难以置信。雨停了，不过还没等他们开心，就看见小区门外出现零零散散的人群，这群人越聚越多。老大，等下谢一红和冯静给我杀！马德，上次在超市他们砍伤我弟弟。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杀男人、抢女人、抢物资。杀男人、抢女人、抢物资。老大，听说这个小区还有美女，空姐来的，我上次看见过，老漂亮了。以后这个区的女人都是我莫汉的，老子后宫佳丽3000。老大万岁！这些人倒是齐心，不像我们这。我们要不躲起来吧？对方人太多了。见唐南又要出去拼命，孙婷和叶青衣开始担心起来。昨天还没尽兴，今天补上。然而下面的一群人已经进入小区，当看到中央绿化带的小可爱，也是停顿了几下。这个小区还真是乱，嘎了这么多人。可不是吗？看看这些女人，留给我耍耍不多好。老大，有点安静，我感觉不对劲。就算埋伏又如何？今天不把他们抢了，你们老婆孩子都得饿嘎。一听这话，原本还有点迷茫的男人顿时严肃起来。按照之前分好的行动，速战速决。这鬼天气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。随后他们分了好几队，莫汉队来到了1号楼，楼道里就有很多小可爱。老大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全部被什么利刃给宰了。要不走吧，老大，怪邪门的。快去找物资，快！老大，这个女人。莫汉看去，顿时也吓了一跳，这个女人居然只剩下皮了，跟一张纸一样。老大，所有房间都没有物资。什么？难道他们是被另外一伙人提早给抢了？不然怎么可能嘎这么多人？那这个女人又是怎么回事？整栋楼给我搜，我就不信没有物资。这时候手机响起，是去另外几栋楼领头的人。老大，这里的人全嘎了，女人都变了干尸。我这边也是，没有一个是活的，而且一点物资都没有，早就被人给搜刮了。我们看来是来晚了，要不啊？喂，说话！一股恐慌顿时蔓延开来。莫汉觉得，其实恶总比嘎在这里要好。叫兄弟们撤，快！叫兄弟们撤，快！然而小区里已经开始出现了惨痛的嘶吼声，让人不寒而栗。老大，3号楼有人把咱们的人全部杀了，正朝这2号楼去。几个？对方几个人？只看到了一个，但我们根本不是对。兄弟们，对面只有一个人，跟我一起去收拾他。众人小心步伐来到2号楼，里面已经响起了惨叫声，这无疑是在他们激动的心上打上镇定剂。然而，只见一个青年慢慢走了出来。哟，还有这么多人啊！光头上，收拾他！众人看到后，连忙向外跑去。看唐南没有追过来，顿时有些嚣张。你给我等着，这我兄弟，下次必然嘎你。说完就看见唐南跟摩托车似的冲了出来，吓得众人继续逃命。人家刚刚都没追来，放什么狠话呀？现在好了，又追来了。很快，他们就跑了对面的小区。莫汉进来后立即关上了大门。等下他要是敢翻，带走他。礼尚往来，现在该我抢你们了。小子，有种你翻进来啊！眼前的铁门确实能翻过去，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？唐南目光一聚，门直接被打开。这力气还是个人吗？刚刚还有点底气的男人顿时大叫，朝着楼房里跑。莫汉也赶紧回到了家中。老公，你干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人呢？莫汉没说话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走，这里不能待了。恶魔、魔鬼，他带走了所有人。妈妈，又下雨了。完了，这下谁都走不掉了。快去把门关了，把家具都顶住门，快啊！堂堂小区霸主居然被吓得如此地步，可见唐南的手段
已经将他魂都被吓破。楼下，唐南直接来到1号楼的101号屋外。101号业主，你们的外卖来喽！来敲我门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？怎么是个送外卖的？为什么你们连一个送外卖的都杀不嘎？谁来救救我？我不想嘎，他来敲我的门了。呜！我就说别让你们出去抢小区的，会被报复，你们就是不听。莫汉双目绝望地看着手机，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。你们的外卖来喽！一会我会跟他同归于尽，你们要好好活下去。老公！就在此时，唐南进来后，莫汉将手中的水瓶洒向唐南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个嘎送外卖的，老子终于弄嘎你了！居然有人要用水泼我，他是不是疯了？而莫汉看唐南迟迟没有反应，整个人吓得摔在了地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用雨水你会没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什么？你泼的是雨水？而莫汉事先就沾了雨水，所以先走一步了。大意，我大意了，没想到还有人用雨水，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一点。不对，他都毒发了，为什么我还没毒发？难道还没到时间？等了1分钟，唐南依然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印象里，淋雨之人5秒内就会抽搐痛苦，10秒就嘎。难道是强化身体，连这种病毒也能抵抗？走到窗户边，唐南直接将窗户打开，缓缓地将手伸出，冰凉的雨水落在手心里，一点事情没有。系统给的强化身体竟然能抗住病毒入侵。另外一边的3女在阳台看着对面小区。他还会回来吗？你希望他回来吗？毕竟他能保证我们的安全。你呢？叶青衣点了点头，感觉自己只要说一个不，自己就会被孙婷扫地出门。子辉，怎么了？这么紧张？刚刚雨停了一下，结果又下了，还以为能出门了，好可惜。你那边停雨了呀，我这边没有啊。叶青衣哦了一声，江子辉能感觉到未婚妻最近有点怪怪的，以前都一直很依赖自己。依依，再坚持一下，我爸准备组建队伍。什么队伍？就是将我们这边打造成最安全的区域，有安保，有搜寻队、医疗队等等。那你们有家伙吗？我爸公司安保部门有几把家伙，等雨停就去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去警局玩具蟹库看看。啊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电影上不都这样吗？笨蛋，那是电影，雨停了，警察还不都回警局拿？但那天是凌晨下的雨，都下班在家里，而现在待在家里还能剩多少？江子辉都有点不认识眼前的未婚妻了，之前还在担心没吃的，现在居然担心有没有玩具这个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等着我，我会来接你，我发誓。上集说到，叶青衣跟未婚夫打了电话，未婚夫说要集结部队去救他，结束后又收到外甥女的电话。小姨，我刚刚给爸妈打电话都没接，你们在一起吗？叶青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撒了谎。姐夫和姐姐在刚子家谈事，别担心，估计手机落家里了。这样啊，吓嘎我了。月月，你这几天怎么了？都关机了。电闸出了状况，今天才弄好的，但我怀疑有人故意弄坏，不想让我们联系外面。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有吃的吗？吃的比以前少了很多，我还看见有些女生跟老师去房间了，第二天那女生就分到不少吃的。坏事，这种现象就是前奏，现在还装一装，等到后面装都不开始装。小姨，你别担心，我才不会去，嘎都不会去，别告诉我爸妈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叶青衣又跟外甥女说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你外甥女那边也快乱了，一切的开始就是从用食物交换，一旦有女人顺从，男人的贪婪会逐渐增长。当然也有好的存在，但这年头当好人真没什么好下场，而且那可是大学，最不缺的就是年轻漂亮的女孩，一旦乱了，也许比这里还夸张。唉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根本就过不去。主人不是说要带我们离开吗？他才不会为了你去救人。对了，我外甥女很漂亮，也许唐南能帮我一把。你可真是个好小姨，咱们这看似安全，但某种意义上也不安全。一个总好过一群，跟着他至少能活着。你倒是看开了，那你未婚夫怎么办？你要抛弃他吗？这个问题太犀利了，仿佛在问你要完成亲姐最后的嘱托，还是选择去未婚夫家里。如果你外甥女来了，你们俩以后不会尴尬吗？叶青衣嘴角一抽，这还真没想过。你还别说，我倒是有点期待了。两个变态。而唐南这里因为发现了百毒不侵，连忙研究系统给的装备。解锁末世大礼包 2.0， 物资 2.0， 高级强化身体，武器装备 2.0 版，念力师。念力师居然能控制物品的一种能力。看向茶几上的杯子，唐南紧紧盯着，然而对方纹丝不动。我靠，这怎么操作？起码给张说明书啊，别老是让我自己研究。难道我要它飞起来就能飞起来吗？随着一响，茶杯顿时漂浮在空中，唐南都惊到了。有意思啊，我这个魔鬼简直越来越变态了，让那些普通人怎么活？然后几天，唐南带着3位美女在家强化自身，又起射击，准备出门寻找物资。看来差不多了，今天我们就出门。我们走路出去吗？我像是会走路的人吗？诺。唐南挥挥手，只见一辆坦克300瞬间出现，
安白小跑了过去。你们快来看，好厉害！孙婷和叶青衣走去一看，也愣住了。这辆车的轮胎居然是履带，感觉这应该是雪地用的，但用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过。原本 2.0 换成了 4.0 发动机，加强了防撞梁、加厚车身、防弹玻璃，全车没有一点橡胶件。有了这家伙，我们能穿梭在任何一个地方。你来开。难道他就不怕我开车跑了吗？现在我有玩具，有防护服，甚至还有车，天下之大还不由我走。别想了，我也不傻，车上还有2枚 C4 炸弹，但凡你们把车开走，就能炸到天上去。随后几人开车来到警察局，唐南让三女进去，他在门外，不到半个小时，他们走了出来。怎么样？里面没有人，但发生过玩具战，嘎了不少人在里面，没有发现玩具只，应该是被带走了。就算带走，估计也没剩下多少花生米。无所谓，走吧。能冲进警局里抢玩具，这也是一群亡命之徒。一些高档小区的精英可不会冒这个险，很有可能是社会上的大哥组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人很有可能藏在会所、KT 里、桑拿、酒吧这些娱乐场所里？凌晨的时候，也只有这些娱乐场所是开门的。还真是3个女诸葛，能推测出大概的凶手。得到唐南的肯定，三女都有点得意。看不起谁呢？咱们都是大学毕业，人家依依还是985的高材生。先不管这个，我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。20分钟后，抵达了目标小区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叶青衣紧紧握着方向盘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如果敢开走，我们3全都得嘎。我不会开走。你万圣女的事情找个机会说一下，也许他会去的。谢谢。这是火锅店的经理，以前是个胖子，在店里打工的时候就只会欺负唐南。唐南，你真的来啊？太好了，带吃的吗？男人顿时看向唐南的双手。你怎么没带吃的？不是让你带吃的吗？别着急，给你带了点花生米。另一边，毕坚和曹瑜正在商量怎么拿下唐南，要让他把物资全部交出来。难道我们要离开这里吗？怎么舍不得这好房子？不是，就是问问你。等下他来了，我就在水里下药。我听你的。曹瑜只能点了点头，不敢反抗。到时候我们就有那些物资，起码能扛几个月，也许这场危机就过了。他快到了。如果他真带上一个女人，那我就很开心了。而唐南准备去下一个地点时，半路遇到了一伙人。疯子哥，有车来了。我去，疯子哥，咱们发了呀！居然还是改装的坦克300，带履带的。履带确实是一个好办法，聪明。疯子哥，等下全嘎了，还是？既然有这本事，既然得留着，对货总有帮助。不过看到我们家还敢来，也不是善茬，多注意点，观察一下再下手，别把计划搞乱了。是，疯子哥。当一行人看见开车的居然是个女人，都愣了一下，居然还是个美女。疯子哥，极品啊，怎么搞？先谈探底，等有自信带着3个极品出来，想必有2把刷子。疯子哥，是不是太谨慎了？就一个男人，3个娘们怕什么？你是老大，还我是老大，去问问他哪来的。随后，小弟便走向了唐南众人。兄弟，哪里的？关你屁事！我们是霍总的人，那边是疯子哥，你过去打个招呼吧。疯子哥，久仰大名啊！兄弟，这是准备去哪里？也没什么打算，到处瞎逛逛。就只有你一个人？我那小区已经嘎疯了，谁留着等嘎呀？可不是嘛，现在的小区虚伪得很，哪像我们讲义气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有女人一起玩。这么听来，疯子哥你那边环境不错呀。确实，杭州会所听过吧？我们的老板霍总大把握物质，只要有本事的人很乐意接收。我看兄弟这改装手段不错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唐南确实听说过黄豆会所，在华安市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会所，里面的小姐姐年轻漂亮。要不过几天，你给我个微信。兄弟是要去哪里吗？去拜访一下老朋友。这样啊？你们呢？准备去哪里？没搜到物资。兄弟，这世道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好好跟你说话，你也好好说话，不然搞得大家都很为难。我怎么没好好说话呢？小子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这么搞，我也很为难啊。随即疯子的小弟立马冲上前了，但孙婷直接用玩具带走2个小弟。我就说很为难吧，你不信？现在好了，我家的猫猫们发飙了，我可管不了他们。哥，要不我给你个微信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人家给我微信而已，你干嘛？对不起吗？你跟我说对不起干嘛？跟人家说去。说说吧，你们这是准备去哪里抢物资？大哥，我们是准备去珊瑚小区。你们这些人去抢珊瑚小区？不是抢，是给教训，顺便探探虚实。你说话我有点听不懂。我们霍总跟珊瑚小区的习总有交易，我们霍总提供水，习总用市场价的100倍购买。但这2天习总的不动产都抵押给霍总，霍总就让他出年轻男人和女人，习总不愿意，就派我们去闹事，嘎几个人，用钱还能买物资。要是以前还可以，现在还用这套，不愧是商人。你说的习总是不是康威地产的习总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你认识？之前在一次宴会上见过一面，而且这个珊瑚小区也是他的楼盘。我好像也听头等舱的老板谈起过，华安市什么房产女王习总，
还是一个慈善家，捐了好多的小学呢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回到车上，唐南突然想起了什么。你们刚刚说的习总漂亮不？漂亮。习总多少岁了？好像36、7吧。年纪不小了呀。人家保养得很好，我见过，看起来也就27、28的模样。你就吹吧。真的，没骗你。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众人说说笑笑，来到习总的别墅区。小白，进去之后你是我女朋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主人，下次也让我当女朋友好不好？行，都轮着来。现在争先恐后要当女朋友了，以前送外卖的时候咋没看到这么积极呢？叶青衣，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打赌？什么赌？我知道你有一个侄女被困在学校里，你赢了，我们去。叶青衣目光顿时一喜，赶紧点头。别那么急着点头，被我救了的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。你也别高兴的那么早，要是我赢了的话，要去打你未婚夫全家，你敢赌吗？安白和孙婷都愣住了，这就是在让叶青衣抉择。看来唐南始终都没对叶青衣放下警惕。我不会输。好，我就欣赏你这股劲。赌什么？你说我们应该赌点什么好？居然交给我们选择赌约，就不怕我们偏袒叶青衣吗？不如我们就用那位习总来做赌约怎么样？还是我家小白乖巧懂事。你们就赌这位习总最后会不会跑，主人你不能威胁人家。呵呵，有意思，女士优先。那我选不会跑。那我就猜他会跑，你们俩作证。孙婷和安白点了点头。当然了，你们俩这次可以给他提供一点帮助，免得我欺负人。主人，真好奇你怎么拿下这位房产女王，可不能威胁食物诱惑交易。你这个小白，把我擅长的路都堵了。主人，你本来就不差嘛，高大威猛，玉树临风，往那一站，人家习总就拜倒了。哈哈哈，你这小嘴会说。走走走，就让我们去看看这位习总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在此之前，先让咱们的习总增加点难度。说完，唐南就拿着小弟的手机发送消息。霍总不好了，疯子哥他们都被打嘎了。珊瑚小区车库口，几辆车堵在入口和出口处，旁边还有几个穿着布衣的中年人。哎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习总说快了，再坚持1个月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。他叫罗军，珊瑚小区安保部的部长，有2把刷子，对习总那是忠心耿耿。习总给我们开了10倍工资，等灾难过后，咱们还会拥有珊瑚集团的股份，那可是上千万。一听到这个数字，大家的目光发亮，在他们的心里，灾难只是暂时的，总有天晴之时。罗队，有车闯进车库！众人一听，立马站起，目光紧紧盯着入口。罗哥，支援马上到，你们顶住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是逃难的，不用紧张。马德，吓老子一跳，还以为是那些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直接就走进来了，我们没有恶意。兄弟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要不是为了他们，我怎么可能冒着风险跑出来？看着3女的美貌，男人心里也懂，如果不带出来，恐怕凶多吉少。这是我女朋友小白，这是我女朋友的闺蜜孙婷，这是我女朋友的邻居叶青衣。大哥你好，大哥们好，打扰了。兄弟，你可真猛，带着3个女人就这么跑出来，够爷们。你怎么往我们的小区跑？咱们华安市谁不知道珊瑚小区？想着你们这里肯定安全一点。说的是，那我先带你们去见习总。随后，唐南几人被带到了习总的办公室。一进门，席梦目光自然注视到了3女，尤其是叶青衣。那个女孩怎么有点眼熟，一下想不起来是谁了。习总，就是他们刚刚闯了进来。您是习总？你是？我们在云海市见过。酒会，我是江子辉的未婚妻。哦，难道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眼熟？真不好意思，习总，我们也实在没办法。我原本在我姐姐姐夫家里，但小区暴乱，要不是唐南，我们都跑不出来了。席梦的目光看向唐南，唐南憨憨地抓了抓后脑勺。都是我女朋友的朋友，也就顺道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送外卖的。有什么证据吗？这个女人好谨慎啊，但我本来就是送外卖的。然后直接就掏出手机给席梦看外卖员的信息。你呢？做什么的？我是航空公司的乘务员。你呢？我是个主播，跳舞聊天的那种。难怪我怎么觉得你眼熟，在同城看到过你的直播，给你刷了火箭呢。谢谢老板的大火箭。众人大笑着，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4头猛虎进入羊圈。末日重生，我获得无线系统。很快，唐南他们被送到一所别墅当中，十分奢华。这里的业主在国外，一直空着，你们就先住吧，但不要弄坏了家居。唐南能带着3个这么漂亮的女孩逃出来也算是奇迹，瘦瘦弱弱的，没有一点战斗力，到时候让他干点后勤工作。唐南，既然来了，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。好，我懂的。随后，一个男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捧进1箱水、1箱早餐饼干走了进来。这是你们1个星期的物资，省点用。唐南惊呆了，不止唐南，叶青衣3女也都目瞪口呆。只要听从我的命令，物资是最基本的保障。等灾难过后，你们都能来我的公司工作，定会重用。谢谢老板，我一定听从。每天晚上都有节目，7点在地下车库里进行，还有抽奖，奖品很多，饮料、零食，甚至有肉。这时候居然还有娱乐节目，不得不说，这位习总画饼的功夫还是强。习总，谢谢你。
举手之劳，以后我们肯定还会有合作的。等人一走，唐南就暴露本性。小一，这习总确实比你大。说的好像我是小笼包似的。这里的环境好好哦。小白，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监控什么。家伙，你们都收着。唐南将玩具丢给三女，这样他们也会有自保的能力。小一，你差不多要给你未婚夫报平安了，免得那个习总抢先邀功。依依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。子辉，对不起，这2天我们楼里乱了，所以没跟你联系，怕你担心，现在安全了就好了。什么？乱了？你现在在哪里？别担心，我跟几个朋友跑了出来。珊瑚集团的习总你应该认识吧？他刚刚收留了我们。真是谢天谢地，真要吓到我了。江子辉的反应落在叶青衣眼里，没有感动，而是觉得未婚夫很弱，很胆小。对了，你姐姐姐夫呢？叶青衣听后微微低头不语。江子辉顿时明白了。江大哥好。你好，多谢你照顾我家依依。江大哥能逃出来，多亏我男朋友呢。那肯定要谢谢你男朋友在吗？子辉，你等等啊。江总，你好，你好。看着眼前普通的男人，江子辉顿时就放心了，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有那么好看的女朋友。兄弟，多谢你照顾我未婚妻，等灾难结束，500万直接打到兄弟的账户上。江总放心好了，都是一栋楼的，只要我没事，江总的未婚妻就会没事。好，见面之后咱们再喝2杯。依依，我会让我爸跟习总说2声，让他照顾你1、2。好。刚刚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咱们的未婚妻只价值500万哦。你这个小婷婷，别乱说。随后，唐南按照约定来到前女友的家里。你来了。穿着这么少，准备洗澡啊？唐南说完，便用念力将曹鱼腾空了起来。放开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凭你的收入能在这里买上房子？唐南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老毕，快救我！躲在一旁的毕坚此时已经吓傻了。这唐南会如此的残暴，这根本就不符合一个送外卖的人设。还有，你这个女人叫什么？会把我给暴露的。喂，好歹也是你的女人，不出来救一下吗？毕坚吓得从书桌后倒了下来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？年终大会见过，你好像是酒店的经理吧？求求你放了我，这都是他谋划的。此时，皇都会所的豪华包厢里，一个50岁的男人打着电话。喂，习总，我只是派人跟你聊聊，你就把他们弄了，不合适吧？霍总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很懂。少装糊涂，这件事你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咱们俩这梁子可就结下了。霍万年，别以为我席梦怕你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，在小区等着我。老婆，别生气，喝口热水。老公，你也喝点吧。我不渴，是不是跟霍总闹不愉快了？我没答应他的要求，他就故意找茬。其实我觉得跟霍总合作并不是坏事。霍总有水，你有食品仓库，但水源更稀缺。他的那些条件是人提出来的吗？定时送人，还要男人给他们当打手。我席梦什么时候跟恶势力低过头？哎，今非昔比，今天你让几个陌生人进来，还发物资，已经有人向我表达了意见。谁？哎呀，你就别管是谁了。现在物资那么紧缺，你就别再发善心了，到时候下面的人都要反了。他们敢？慈悲心肠会害了你。总，不知道我的礼物收到了没有？这几个女孩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我这边还有，等钱总玩腻了再送新的去。好好好，霍总你是懂我的。钱总，上次的事情。霍总，现在枪可不好搞，总局那边值班的宁愿把子弹全毁了都不交。上次不是说能在武警那边搞到枪吗？呵呵，武警门口死了一堆，他们宁愿饿死在里面，也不跟我交易啊，老弟。老不死的，老子送了几个妞过去，居然一把枪都不给，等老子搞到枪，非把你给崩了。哎，钱总，我是打算把珊瑚小区给搞了，你只要给我枪，我把席梦捆好了送到你的床上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我能骗钱总您吗？呵呵，谅你也不敢。这样吧，我们在押运公司抢了几把喷子，到时候给你一把，外加5颗子弹。押运车，我靠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钱总，5颗子弹是不是少了点？少什么少？现在的枪就是震慑作用，谁还会去赌你枪里有没有子弹？开一枪就全部吓住。那就多谢钱总，等下我派人去您那一趟，再带2个美女过来。好，一定给钱总你选最好的。晚上7点钟，唐南带着众人来到地下室，看着一群人围着一个男人。给我擦一次车，1万块。老板，我来，别跟我抢啊！5、6个男人争先恐后，甚至还吵起来了。天哪，钱还有用？他们都认为只是暂时的。不过擦一次车1万块，我都想去了。就在这时，罗军走了过来。兄弟，住的还习惯吗？还不错。这是在干嘛？中间还准备个台子，演讲吗？习总这也是给大家希望，也让大家别待在家里，出来走走交流交流，能舒缓心情。这样啊？习总是个好人啊，希望这次危机能快点过去，不然大家都要撑不住了。那个靓女是谁啊？唐南看向一个女人，长得倒是精致，笔直站在习总身旁。她叫冯萌萌，是习总的秘书。秘书都能住在这里？她不住这里。那天晚上，她是在习总家里汇报工作到很晚，然后下雨再也没回去。听说她家的小区都乱了。不对啊，富人区的美女这么少的吗？说好的明星校花呢？那个男人是谁？那是习总的老公傅奇。哎呀，有老公的呀，真是可惜了。各位业主们都到齐了吗？
席总，老毕没来，打电话叫他下来，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然而打电话根本就没人接，唐南站在人群里偷笑。来人，去把门给我撬开，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干什么，养个小三回都不参加。那个死胖子杨小三都知道。主人，你怎么知道？不告诉你。很快几个男人就匆匆忙忙跑过来。席总，不好了，毕坚死了。这话顿时让所有人震惊，一直没死人的小区居然死人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弄了？说啊。毕坚和他那个情人死在床上，他那个情人被他掐断了脖子，毕坚自己好像是并发猝死的。那胖子玩自己把自己搞死了吧？原来如此啊。还有席总，监控室好像中毒了，都没画面。大家顿时喧哗一片，阴谋论都跑出来了。稍安勿躁，今天是距离灾难开始整整1个月，这1个月来，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。接下来我们更加要保持这个状态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这场灾难就会过去，回到原本的生活。哼，现在希望有多深，到时候暴乱就有多狠。席总，到底还有多久啊？各位，实不相瞒，今天我得到消息，最快下个月就有救援。